我在中国第一侨乡台山，当年很多台山的先辈是被卖猪仔去到国外，他们不是我们现在的什么留学呀、移民啊什么的。看着以前这片海的话，我在想说，当年他们出洋的时候，回首再看，什么时候能回家，真的是4个字叫遥遥无期了。对家的思念到最后，很可能就归结成为一种味觉上面的思念。所以我今天想去找一些台山的味道。我要喝羊骨湯，邊個話我傻？我請佢食燒鵝。啦，是蹦蹦，啦啦啦，是蹦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在台山这边有一种广东人很喜欢吃的东西，叫做烧鹅。烧鹅我们选择来到了这个是都河镇的这个叫做南村这边，这边有一家饭店叫德兴饭店，这一片都是做烧鹅的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做烧鹅的炉灶。但是据说这家店是几百家所长。打个招呼，进去看看他们拍摄。你欣賞下係啦。個教堂嚟嘅。大姐告诉我们说，几个月之前这里就是德兴饭店的旧址，但是如果你再往十几年前倒的话，这里曾经是一座教堂。表面看上去好像是残残旧旧的，充满了沧桑，但是回头想一想，这栋建筑物背后也是那种时光流逝之后的沉淀的美。幾多年前耶穌講啊？幾十年已經有幾十年㗎啦。哎呦！唔係咁樣，因為嗰場大風打咗。哇！嗰陣時好似仲好玩啲喎。好玩㗎，呢度因為我種咗好多花，好靚嘅。家家都識燒，有啲人識，仲好多專家添。好多專家。係，但係好唔好食就話會分解。反正燒鵝就係各精彩啦。各有各法。咁啊，如果個個燒到我咁好食，就我唔做咯，人哋做咯。好識做生意嘅時候，好識講啊你，啱。係啦嘛嚇，燒鵝就個個都識做㗎啦，有好多專家啊，咁樣燒咁樣燒，你聽佢講你就死啦。你有你自己嘅一套。係啦，各自各精彩嗰啲嘢。啱。那邊是飯店的新址。幾錢啊210。210。OK。一隻食唔晒係嘛？我哋食唔晒你咪打包咯。好靚。可以。呢條村好多人都食燒鵝嘅，佢燒出嚟嘅咧，睇下嗰啲效果啊、個味道啊咁，係嘛？犀利啦，嚟啦！啲女人落場咁方便啊，開心嘅。我全部會落添加劑啊，人手包蠔啦，用柴燒啦。老人家嗰啲好多嗰啲錢係咁燒嘅咧，咁樣喺香港都有㗎，專程過嚟食燒鵝。得啦，個爐燒好燒好啦，好，點嘅？有冇招呼過僑鄉先？你呢度？有，成日都有嘅，因為你依家知嗰啲網絡發咗上去好犀利嚇，美國巴西嗰啲人上網翻嚟睇下台山好出名，哇！台山出名，好燒鵝好出名喎，邊個開㗎？咁樣咪好多人翻嚟嘅。
招呼過啲台包嘅僑包嘅都。成日都有啦，咁佢過年啊、清明行山啊，咁樣咪翻嚟嗰時咪翻嚟食燒鵝咯。哇！穩了，穩了，穩了。一只好的烧鹅，基本上我有3个标准：它的皮够不够脆，它的肉够不够嫩，它的汁水够不够好。刚才阿姐很谦虚说，它的皮并不会说很脆，不会说像外面的一些其他地方的烧鹅那样很脆。但实际上，我的了解问过一些行家说，很多烧鹅皮脆到嘎吱嘎吱吃薯片一样，某程度上很有可能是放了一些的添加剂。所以真正自然的脆皮烧鹅进到嘴巴里面，第1、2下咔哧咔哧会有一下响。吃到后面慢慢就脆的没有那么做作，这边的烧鹅能够做到。其实我自己大赞的呢，会是他们这边的肉跟汁水，肉真的能很嫩。原则上来说，如果你是这边的烧鹅挺大一只的，去到8、9斤的话，其实挺肥的烧鹅，但是火候的问题了。如果你说肉一定要很嫩的话，4、5斤的鹅的肉会很嫩，但是这边这么大只鹅还能把肉处理到这个程度。火候处理得好，然后最为经典，我也是拍案叫绝，是它这边的汁水。吃烧鹅有几种流派，其实有一种吃烧鹅的方法呢是要舔酸梅酱来吃的，很多人很反对，我自己也不喜欢，因为酸梅酱的味道有的时候会掩盖掉你烧鹅的味道。吃到嘴巴里面，你可能只是有酸甜的味道，以及是鹅肉的口感。而很多崇尚吃烧鹅的人呢，他们会更讲究的是这一盘的原汁，就是跟着烧鹅一起烧出来这盘汁。吃的时候如果味道不够，自己稍微舔一下。而可爱和我自己喜欢的地方就是说，这一盘汁它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酸甜的味道，主要的味道当然是腌料啊、鹅油啊、肉香啊的味道，但是它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酸甜的味道，已经起到酸梅汁能够解腻那种效果，所以这个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它里面的含量主要是什么呢？我吃得出来，我就自己开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吃烧鹅的极限3个小时，超过3个小时，烧鹅基本上没有什么吃头的了，放的皮也软，肉也散，各种。这一只是刚刚烧出来，我喜欢。我唯一不喜欢的是这只鹅，它有点太肥，皮下脂肪有点太厚。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厚的话，你又燒不出來，就係嗰少少一陣肥油，我唔係咁中意。鵝汁撈飯，試一下先。白米饭更加凸显出它那种酸甜的味道，可口。阿姐一直在强调说，唔使全都食3碗飯啊，不用菜都可以吃3碗飯啊。即係人哋有時我哋攞嘢出去嗰時，有啲乜嘢食家都有啊嘛，嚟我度食啊嘛，咁佢就話：啊呢啲就夠天然啦，即係間中我哋聽到。哦，呢啲就天然啦，唉咁啊！嘢㗎呢啲，我諗喎，哇，真係咪㗎？我自己都唔知啊！即係好多人哋嗰啲食客，真係㗎！呢度開車嚟嗰啲寶馬、Benz、奧迪，唉，好多啲人好有錢嘅嚟呢度食飯嘅。姐你開出去啦你！開心得啊！睇啲客人食得好開心，自己咪開心咯。真係媽媽一樣，啲媽媽煮完餸，啲仔女食得開心。我真係㗎，即係有人同，咁我又唔怕，有人有意見嘅，有時啊，鹹得滯啊咁，會㗎嘛，有啲人中意食淡，有時食鹹，係嘛？出奇，即係你靠下咁樣比，又唔係話用稱嘅，忽多少少就鹹唔出奇㗎。
所以有時會俾人鬧唔出奇。接下来我要吃另外一款我印象里面台山的味道，因为台山这边呢是有牛肉节，牛肉做的很出色的，所以我要试试它牛的另外一个部分牛骨汤。可能有人会说台山还有很多好吃的，包括五味鹅呀，包括黄鳝饭呢。就是五味鹅跟烧鹅，我会选择烧鹅。黄鳝饭上一期我们吃煲仔饭好像吃过了，就不要吃重了。牛骨汤吧，走着。好了，这个是猛人了，真的要鞠躬了。我饮食界的偶像以及导师，哎，蔡澜先生你好。就老字号店子，大人物也来过。哎，再次向蔡澜先生请安，2下就够了。很浓重的药材味，但是里面又隐约闻到一种不属于牛肉那种比较清，就像薄荷的味道。牛肉煮完之后呢，它厚重的味道依然是有的，底层厚厚的牛肉味儿。压着你的心火，已经完全是放松下来了。表面一层药材的那种凉凉、干干、甜甜的味道，在上面2层味道，真的可以一口一碗汤这样来喝。不要问我说这什么药材，我真的喝不出来。所剩的是它的药材，并没有说那种苦涩啊什么味道，是甘香甘甜，得唔得？有意思嘅呢個，它是一款很名不符實的湯。叫牛骨汤，但是牛肉非常多，不过还可以哦，不是汤渣肉，不是死烂软柴，不是那种，还是有一定的吃头。那种往上走的味道呢，是一边吃一边看才发现是这个了，是姜块了。姜块把整个味道往上走，要不然你纯牛肉的话，估计会很腻这一碗汤。我刚才吃了已经1/4只烧鹅，其实还是挺饱，但是这碗汤真心话，我自己可以喝完半盆。尽得广东老火汤的精髓，火候够了，煲的时间够了，味道出来了。刚才用手拿着骨头在啃，你看这个手黏的，说明在煲汤的过程里面已经把骨头里面那胶质给彻底煮了出来。所以现在怎么样也要稍微清洁一下再吃下一道。台山的美食对于我来说，他们很质朴、很实在、很天然，好像那碗汤以及我们吃的烧鹅，它都告诉你说我好吃，不是因为我的花样玩得够多，而是我的心思放得足够多。好的，最后想提醒你一下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城记 Radio 这个微博，在上面呢，你可以跟我们沟通一下你们那边有什么好吃啊，想我去吃什么呀？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品城记，在上面有详细的图文攻略，告诉你说我去了哪里吃，吃的东西多少钱等等。觉得我们做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可以适当的打赏，先谢谢你。最后，请你记住，姚大秋，吃下全世界的人。